诸位啊，咱们今天先来聊一个特别扎心，但也特别现实的事儿。现在的人啊，天天都在发愁怎么搞钱，总觉得只要有了钱，这世上99%的烦恼就都迎刃而解了。这话不假，钱确实能挡住很多风雨。但是我跟大家讲，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剩下那1%，也就是咱们老祖宗常说的人的命数。诸位不妨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如果有无尽的财富，这命到底能不能花钱买回来？你看啊，前几年在那座以博彩闻名的特区，有一位叱咤风云、身家几千亿的博彩大亨走了。这位老先生走的时候已经是98岁高龄，当时那场面可以说是震动了整个政商两界，各路顶级大佬全都来送他最后一程。他的葬礼足足办了3天3夜。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98岁这绝对是喜上了，福报深厚，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位老先生其实早在87岁那年就已经在鬼门关里走过一遭了。那一年87岁的他意外跌倒，直接伤到了头部，脑内大量淤血，一度下达了病危通知。当时各大媒体的记者把医院围得水泄不通，都以为这棵参天大树要倒了，庞大的家族帝国马上就要变天。可是结果呢？在这位老先生跌倒之后，他硬生生又在这人世间多留了11年。这11年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交个底，这是他的家族硬是用超过15个亿的真金白银一点一点砸出来的，生生从老天爷手里买回来的11年。大家听到这肯定都要倒吸一口凉气。15个亿啊，诸位，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到了87岁这个年纪摔了这么重的一跤，那基本就等于大势已去，该去见列祖列宗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问了，既然他能花15亿续命11年，那是不是说明人定胜天？是不是说明只要钱够多就能打破生死的界限？诸位记住了啊，这就是咱们现代人最大的一个盲点。今天我就用咱们易经命理的核心规律来给大家好好破一破这个迷障。易经里早就讲过了，一阴一阳之谓道，万事万物都在这阴阳消长之中。人的命运也是一样，人生如同阴阳交替，太阳到了正午就必定要走向日落。人活着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体内那口先天阳气。这位大亨在87岁摔的那一跤，在咱们命理学上看，那叫什么？那叫阳气大泄，气数逢解。命运就像是一条长河，流向是老天爷早就定好的，到了某个节点，河床该干涸了，那是自然规律，你改变不了流向。但是这位大亨的家族实力太庞大了，他们所做的等于是用凡间能做到的极致、极度的财富、最顶尖的医疗手段，去填补这个已经开始干涸的河床。就像是在缺水的河道里拼命的抽地下水往里灌，能灌得进去吗？这15个亿砸下去，确实把河床给润湿了，让这股水流又强撑了11年。可是你们要明白，这就是易经里说的逆天而行，代价极大。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老祖宗常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命啊，就像是一辆车，你出生的时候，这辆车的使用年限、发动机寿命就已经有了个大差不差的定数。你可以通过极好的保养、顶级医疗、奢华照料，让这辆车多开几年，但你永远无法把一辆即将报废的老爷车重新变成出厂时的新车。现在的人啊，都不懂这个道理，总觉得科学发达了，有钱了就能为所欲为。但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
他这多熬出来的11年，真的就是我们普通人向往的长寿吗？这种靠庞大财富强行逆转阴阳消长的行为，到底是在享受生命，还是在承受果报？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用钱买来一针几十上百万的特效药，但你永远买不来道法自然的生机。天道有常，不管你是千亿富翁还是平头百姓，在阴阳规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讲到这里，很多朋友肯定好奇了，既然大自然的规律不能违背，那这15个亿到底花在什么地方啊？这11年里，这位大亨到底过着怎样的日子？这里面又藏着哪些让人细思极恐的因果？我跟大伙交了个底，说了这位某博彩大亨砸了15个亿买命的事儿。很多人在评论区或者心里都在嘀咕，有钱真好啊，15个亿，那是多少老百姓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人家拿来当医药费，说续命就续命了。但是我跟大家讲，你如果真的看懂了这11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你不仅不会羡慕，你还会深深地敬畏咱们老祖宗说的天道轮回。你们想想看，一个87岁的老人摔到了头部脑溢血，送到医院之后直接做了3次开颅放血手术。诸位，3次开颅啊，在咱们命理学里，头顶是什么地方？那是人的百会穴，是诸阳之会，是精气神聚顶的地方。87岁的人，元气本来就像风中的残烛了，连着在头顶动3次刀子，这在玄学上叫什么？这叫顶轮泄气，天光大漏。命格再硬的人，这一下也把先天的根基给破了。根基破了怎么办？这家人有钱啊，不缺钱，早就把家里布置成了比顶级 ICU 还要豪华的病房，请了最顶尖的医疗团队，24小时盯着。更可怕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脑神经受损，为了对付帕金森症，这位大亨开始打一种极其昂贵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据说这种药能让脑细胞再生，简直就是现代医学里的还魂丹。但是这药的代价是什么？一针就要80多万，80万一针啊，诸位，一天烧掉几百万，对于这个家族来说不过是9牛1毛。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保住他的脑子？因为那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1000亿商业帝国绝对不允许这位掌舵人失忆。他要是糊涂了，这几千亿的盘子可能瞬间就要掀起腥风血雨。所以你看啊，这哪里是在享受生命？这分明是被自己亲手打造的财富帝国绑架了，硬生生的用钱把灵魂死死的锁在这个残破的肉体里。这就是易经里说的物极必反，钱多到了极致，反而成了困住你的枷锁。咱们再从五行生克的原理解释一下，大家就全明白了。我跟大家讲，人活一口气，靠的是体内五行的平衡运转。这位老先生到了后期出现了什么问题？肾衰竭、并发症全出来了，没办法，只能频繁的洗肾。在五行当中，肾属水，心属火。诸位记住了啊，五行是相生相克的，频繁的洗肾，那就是在强行抽掉体内的真水。水一枯竭，什么就压不住了？心火就压不住了。洗肾对心脏的压力极大，心脏受不了怎么办？医疗团队就只能给他打大剂量的强心针。你看，这不就是水火相战吗？这边水枯了，那边强行把火点旺。在这样剧烈的五行相冲之下，肉体凡胎怎么可能受得了？所以到了最后那几年，他每年有超过100天都得住在医院里，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易经里早就讲过了，太极生两仪，宇宙万物的规律就像是一个太极图，
黑白交错，阴阳消长。白的那一面代表生机、强盛、财富，黑的那一面代表衰败、死亡、虚弱。当阳气就是财富和医疗手段强盛到了极点的时候，阴气就是肉体的衰败是必定会随之而来的，你根本挡不住。你用80万一针的药，用强心针，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其实就是在疯狂地给这个即将熄灭的灯笼里加灯油。可是诸位，你要明白，灯油再多，那个装油的灯芯已经烂透了，灯罩已经破了，你强行往里注油，最后烧掉的是他在人世间最后的体面和安宁。现在的人啊，都不懂，总觉得对抗死亡就是胜利。其实你们要明白，顺应天道，顺势而走，才是人生的大智慧。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不放手，强行逆天而行，肉体承受的痛苦，那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老先生晚年的照片，眼神涣散，表情凝滞，哪还有当年叱咤风云的影子？这就说明了一个实理：家底再厚，财富再通天，你也买不通这天地间的因果规律。钱能买来最好的药，但买不来生气。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既然现代医学都这么痛苦了，那这些顶级富豪难道就没找过咱们传统的玄学高人吗？他们不是最信风水命理吗？问到点子上了，现代医学只是明面上的手段，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暗地里的玄学操作。早在他87岁摔伤那年，这家人就已经找了某位极具盛名的风水大师，动用了一门古老而极其凶险的道家秘术种生机，硬生生地向老天爷借了寿命。这种生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为什么能向天借命？又为什么说这是在偷天换日？刚才咱们说了，现代医学那是明面上的抢救，是用钱在堆，但越是到了顶级的富豪圈子，越是面临生死悬关的时候，他们就越明白一个道理：科学到了尽头，往往就要向玄学低头了。我跟大家讲，2009年那位某博彩大亨87岁摔倒命危的时候，他的家族可不光是在医院里砸钱，他们在暗地里花重金请了某南方特区一位极其厉害的风水大师，动用了一门非常隐秘也非常凶险的道家术法。这个法术的名字可能有些朋友在店里听过，叫做种生机。什么是种生机？我给大家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其实就5个字：给活人造坟。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活得好好的，或者还在病床上抢救呢，怎么就先把坟给安排上呢？诸位记住了啊，这恰恰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门极其霸道的偷天换日之术。你们看啊，平常咱们说看风水，都是给去世的先人找一块风水宝地，对不对？先人葬在好地方，吸纳天地灵气，然后福荫后代子孙。但是种生机反过来了，他是要在活人还没死的时候，找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龙脉结穴之处，把这个活人的贴身物件埋进去。埋什么呢？埋这人的头发、指甲、贴身穿过的旧衣服，甚至还有一滴指尖血。为什么非要埋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讲，在咱们易经和道家看来，头发、指甲、血液，这上面都带有你这个人独一无二的先天精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带有你的基因密码，你的能量磁场。
当风水大师把带有你能量磁场的东西选一个黄道吉日，按照特定的方位埋进那块风水宝地里，这就等于在干嘛？这就等于强行把你个人的气场跟大自然的天地气场接通了。这块宝地里的山川灵气、日月精华，就会通过这些指甲和头发源源不断的跨越空间，传输到病床上的那个人身上。这在命理学上就叫吸天地之灵气，取日月之精华，以此来强行修补他残破的肉体，甚至达到续命延寿、起死回生的效果。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觉得只要有钱请大师找宝地就能长生不老了？大错特错。诸位啊，我现在就要点醒你们，天下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老天爷的账本更是算得清清楚楚。我反复跟大家强调过，易经的核心就一个字：衡。阴阳要平衡，因果要平衡，宇宙间的能量是守恒的，你不可能凭空变出10年的寿命来。命运就像一条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你用种生机强行续命，其实不是老天爷大发慈悲赏给你的，而是你借来的。向谁借？第一，向你自己的下辈子借；第二，向你们家族后代子孙的福报里借；第三，是在疯狂透支这块风水宝地的百年灵气。当年那位风水大师接这个活的时候，就非常清楚这其中的凶险。他布下这个局之后，向外界放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法术极其凶险，对施法的人损伤也非常大。他这次做法顶多只能为这位大亨续命10年。到了2018年或者2019年，就是大限将至，神仙难救了，而且绝对不能再用第二次。诸位，你们回想一下，咱们讲的时间线，大亨是2009年摔倒的，对不对？10年后是哪一年？正好是2019年。而在2019年，果不其然，这位大亨因为洗肾导致心脏不堪重负，再次被推进了 ICU 抢救。这一次整个人的状态急转直下，再也没能彻底恢复元气。这不就是应了大师当年那句10年大限的铁口直断吗？现在的人啊都不懂，总觉得风水命理是封建迷信。但你仔细品品，这其中的因果规律是不是严丝合缝？借来的10年，1分不多，1秒不少，时间一到，阴差阳错也得把你拉回原本的轨道上。这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道理。逆天改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强行把一个本该离去的人留在世上，这就好比你办了一张老天爷的信用卡，你疯狂透支了10年的额度，你以为你赚了？利息你是要用更大的痛苦去还的啊！所以大家看到了，这借来的最后10年，这位大亨过得非常痛苦，浑身插管，失去了意识的清明，成了一个被药物和机器维持生命体征的富贵囚徒。更重要的是，这违背了道法自然的规律。到了2019年大限已至的时候，他的家族慌了，眼看着15亿的医药费也快撑不住了。他们再次找到了当年那位风水大师，拿着天价的支票，求大师再想办法，再搞一次法术，再给大亨续个几年。他们甚至提出能不能用传说中诸葛亮用过的7星灯来借命。结果呢，那位大师果断拒绝，连连摆手，死活都不肯再出手。为什么大师面对天价酬劳都不敢赚呢？诸葛亮都没借成的7星灯，到底藏着什么可怕的天机？大师说了什么话，让整个豪门都哑口无言？刚才说到2019年刚好是那
10年大限的节点。这位某博彩大亨因为洗肾导致心脏不堪重负，再次被紧急推进了 ICU。仅仅是这一次抢救，据说就瞬间砸进去了上亿的资金。但是这回跟10年前不一样，10年前做完手术还能出来，还能在轮椅上笑一笑，但这回他再没人走出医院的病房，各种强心针、特效药跟不要钱一样往里打，人却陷入了弥留之际，只能靠一点涣散的眼神跟家人交流。家族里的人彻底慌了，钱不管用了，怎么办？他们第一时间又派人去请当年那位给他做总生机的某南方风水大师。当时这家人提出了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请求，他们希望大师能起坛，用传说中的点七星灯之术，再强行给老先生续一波命。诸位，什么是七星灯？你们可能在一些古装剧里看过。我跟大家讲，在咱们易经道家的体系里，有一句老话叫南斗助生，北斗助死。天上的北斗七星管的就是人间的生死受夭。这七星灯大阵就是在主帅的大帐里点上7盏主灯，外围布满49盏小灯。施法者要脚踏钢步，向北斗星君祈求，硬生生把生死簿上的名字往后拖延。这个阵法到底有多难，多逆天？你们想想，三国时期那位羽扇纶巾的某卧龙军师，当年他六出祁山，积劳成疾，仰观天象，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就在五丈原点起的七星灯，想向老天爷再借12年寿命来完成大业。结果呢，眼看着法事就要成了，帐外突然闯进来一员大将，一脚把主灯给绊灭了。这就是天意啊，诸位。那位卧龙军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最后只能长叹一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说也。连这种拥有惊天伟地之才，心怀天下的大重臣，老天爷都不给他开绿灯。后来据说只有明朝那位帮走打天下的某神算军师侥幸借成过一次，但那也是用极大的因果换来的。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富商，就算你有1000亿身家，你的功德和造化难道能大过那位卧龙军师吗？所以当这家人捧着天价的酬劳求这位风水大师点七星灯的时候，大师一听连连摆手，死活都不肯答应。为什么大师面对唾手可得的金山银山都不敢赚呢？我跟大家把这玄学里的底牌揭开，你们就彻底明白了。易经里讲天道成父，什么叫成父？就是因果报应转移。第一次做总生机，大师是在大亨原本还有一丝余气的时候，帮他透支了未来的额度。但是到了2019年，大亨的寿命账户已经彻底破产清算了。这个时候要是再点七星灯强行续命，那就是公然跟天地法则对抗。老天爷要收人，你非不让收，那这个空缺谁来填？只能施法的人拿自己的命去填。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银行的信誉已经彻底黑了，他还要借贷，银行不批，大师如果去布阵，就等于是大师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给他做担保。大亨多活一天，大师就要折寿一天。大亨一旦遭遇反噬，天谴第一下批的就是这个做法的大师。大师非常清楚，逆天改命是要把自己的阳寿折进去的。他直接对外放了话，我不能频繁逆天改命，这样会严重损伤我自己的阳寿。大限已至，顺应天命吧。诸位，这就叫敬畏之心啊！懂得易经的人都明白，钱虽然好，但在因果和天道面前，钱连一张废纸都不如。大师这番话一传出来，
外界是一片哗然。那这庞大的家族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恼羞成怒，通过各种渠道出来辟谣，痛批这位大师，说他满嘴封建迷信，透露客户隐私，严重缺乏职业道德。你们看啊，现在的人一旦自己心里虚了，或者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就开始拿科学、道德当挡箭牌了。这其实掩盖不住他们内心的极度恐慌。他们怕什么？他们怕外界知道大亨真的不行了，怕这千亿帝国分崩离析。既然外人不肯帮忙，甚至连玄学大师都束手无策了，这家人难道就坐以待毙了吗？当然没有。外部的法术借不来命，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家族内部疯狂做文章。就在大亨最后卧床的那1、2年，大家如果稍微关注一下新闻，就会发现这个家族里简直是喜事连连，甚至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各种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扎堆出现。最著名的就是某位豪门公子跟某超模迅速结婚，并以极快的速度生下了这个家族的长孙。大亨当时即便意识模糊，听说长孙蒋氏，还是非常高兴，甚至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赐给了这个孩子。紧接着家族里的千金也是奉子成婚，马不停蹄的生娃。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为了多生孩子好多分遗产，是，这确实是一方面，但在咱们懂命理的人眼里，这背后的水可深了去了。这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叫做冲喜。这冲喜到底是个什么玄机？用新生命的诞生真的能抵消老将垂死之前的阴气吗？易经里对家族气运的传承到底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这越往深里趴，里面的玄机就越是惊心动魄。刚才咱们说到2019年那位某南方风水大师死活不肯再给大亨部7星灯续命了，这外援断了，砸钱也砸不出个响动了。大家想想，这要是换作普通人，可能也就认命了，准备后事得了。但是这可是家大业大的千亿豪门啊，他们绝不甘心就这么坐以待毙。既然向天借命借不来，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家族内部布下了一盘更为隐秘的大局。诸位回想一下，就在老先生生命最后的那1、2年里，娱乐新闻上天天播的是什么？是这个家族里堪称疯狂的喜事大爆发。先是某位豪门公子雷厉风行地向某超模求婚，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这可是这个家族盼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长孙啊！当时老先生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昏迷，但清醒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那是极其高兴的，甚至还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作为护身符一样，送给了这个刚出生的长孙。除了长孙降世，家族里的某位千金也是紧跟步伐，挺着大肚子奉子成婚。各种奢华的过大礼仪式，满屏都是金光闪闪。这时候很多吃瓜群众就在那儿分析了，哎呀，这还不简单，老头子快不行了，大家赶紧结婚生孩子，为了多按人头分家产呗。我跟大家讲，你们啊只看到了第1层，根本没看到第5层。分家产固然是现实原因，但在咱们懂易经命理的人眼里，这背后藏着一个老祖宗传下来几千年的玄学手段。这叫什么？这叫冲喜。现在的人啊，一听冲喜2个字就撇撇嘴，觉得这是封建糟粕。诸位，你们要明白，任何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背后都有一套严密的逻辑。今天我就用咱们易经的阴阳五行给大家好好拆解一下，冲喜到底是在冲什么？你看啊，一个90多岁
久病缠身、五脏六腑都在衰竭的老人，他身上的气场是什么样的？在易经里，这叫阴气极重，死气沉沉。这就好比一间常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面全都是霉味和寒气，那怎么把这股阴寒之气给驱散呢？你拿扇子扇是没用的，你得引纯阳之气进来。什么是纯阳之气？这世间有2样东西阳气最旺，第一是男女交合、喜结连理的婚庆之气，结婚是大喜，红色是至阳之色，敲锣打鼓那是正卦，能生发万物。第二也是最厉害的，就是刚出生的婴儿身上带的先天纯阳之气。诸位记住了啊，婴儿刚从母体里出来，那是一团纯净的，没有被世俗污染的先天之气，生命力极其旺盛。所以这家人疯狂地办喜事，生孩子本质上就是想利用这股庞大无比的新婚喜气和婴儿的先天阳气，去狠狠地冲撞老先生病房里那股越来越浓重的阴实之气。他们试图用新生命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强行把老先生那盏快要熄灭的命灯再给吹亮一点点。这在命理学上还有个说法，叫一喜挡三灾，无喜是非来。老先生把自己的名字赐给长孙，这更绝。名字是什么？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咒语，带有极强的气场羁绊。老先生把自己的字给孙子，就等于是把孙子身上那股勃勃生机的纯阳之气，通过名字的羁绊隔空连接到了自己身上，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借气。讲到这，诸位是不是觉得恍然大悟？原来有钱人的算盘打得这么精，连生孙子都是一场风水局。那问题来了，这招冲喜到底管不管用？我跟大家教个实底，短时间内它确实能起一点点作用，就像是给快没电的手电筒猛拍了2下，它能闪一下光，也就是俗称的回光返照。但是咱们易经里讲的最明白的一句话是什么？叫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一个家族的总体气运就像是一个大水池，老先生那边的水位已经彻底干枯了，你强行把新出生的孙辈子辈的好运和阳气抽调过去填补，填得满吗？根本填不满，因为老先生的肉身那个漏斗已经太大了，多器官衰竭，这是天道规律，是肉体凡胎的极限。冲喜冲到最后，不仅不能让老先生重新站起来，甚至可能会透支新生儿和新婚夫妇的福报。这就好比你把一盆滚烫的开水倒进一片冰川里，开水瞬间也会变得冰凉。所以大家看到的结局，哪怕是花了10几亿，哪怕是请了顶级大师做法，哪怕是动用了整个家族去疯狂生娃冲喜，这位大亨还是在98岁那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人这一走，一切尘埃落定。那15个亿，那轰轰烈烈的11年，说白了就是一场人在对抗天命时最壮烈也最无奈的挣扎。想来他这传奇的一生，从一穷二白到身家几千亿，也是活够本了。至少他的故事还能被后人传颂很久。但是诸位啊，咱们今天讲这几千字的豪门秘辛，难道就是为了听个八卦过过嘴瘾吗？绝对不是。别人有别人的风流倜傥，别人有15个亿去硬刚阎王爷，可是你呢？你在哪里？咱们普通老百姓既没有15个亿去住那种一天几百万的病房，也没有人脉去请南方风水大师搞什么总生机，咱们连病都生不起。那咱们该怎么保命？该怎么在这个充满无常的世界里逢凶化吉，趋吉避凶，
别急。接下来咱们就讲点实实在在能落地保命的东西。古人的智慧不是只给富豪准备的，也是给咱们老百姓准备的。咱们聊了那位千亿大亨，人家能拿出15个亿，能找南方顶级大师，能动员全家族去冲袭。你看完可能觉得这都是有钱人的游戏，跟咱们老百姓有啥关系？关系大了。我跟大家讲，老天爷其实是非常公平的，不管是身价1000亿，还是兜里只有几十块，面对生老病死，面对阴阳规律的时候，起跑线都是一样的。人家有钱走的是以外物续命的捷径，但代价极大。咱们普通人没钱，咱们该怎么办？咱们得走正道，咱们得用古人几千年总结出来的智慧来保住咱们的命盘，养住咱们的气运。今天我就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最实用、最落地的3个保命改命秘诀教给大家。不用你花1分钱去求神拜佛，也不用你去找什么风水大师，只要你在生活里牢牢记住这3条，照着做，我保你运势越来越顺，甚至比吃什么仙丹补药都管用。诸位竖起耳朵听好了啊，这都是干货。第一个保命秘诀，守住你的先天天机，千万别随意泄气。现在的人啊，天天喊着自己运气差，身体虚，干啥啥不顺。为什么？因为你每天都在疯狂地泄气。咱们易经里最讲究什么？讲究固本培元，人活一世，靠的就是体内那口先天阳气。你看小孩子大冬天穿个单衣到处跑，手脚都是热乎的，那叫阳气足。你再看看咱们现在的大人，夏天还得穿长袖，吹点空调就感冒，这叫阳气虚。阳气是怎么没的？诸位记住了啊，全是你自己做没的。首先就是熬夜。我跟大家讲，易经讲究阴阳交替，白天太阳出来，这是阳，你要活动，要去赚钱。到了晚上太阳落山，这是阴，万物都要藏起来休息。现在的人呢，晚上11、2点阴气最重的时候，你抱着个手机在那刷某短视频平台，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甚至还在群里跟人吵架。你这叫什么？你这就叫以阳抗阴。你是在拿你原本就可怜的一点寿命和精气神，去跟天地间的阴气硬碰硬，你能碰得过老天爷吗？对不对？时间久了，你的精气神全泄光了，运气能好才怪了。其次是大喜大悲。古人讲，大悲伤肝，大喜伤心。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诸位心一定要定。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遇到烂人烂事，别动不动就火冒三丈。你生一次大气，就等于把体内的风水局给炸了一遍。气大伤身，气泄了，财运也就跟着散了。所以第一个秘诀，给我牢牢记住，好好睡觉，顺应天时，管住情绪。你的精气神不外泄，邪气霉运它就进不来。第二个保命秘诀，管住你的嘴，别给自己下恶咒。诸位啊，这一点我必须得重复强调3遍，管住嘴，管住嘴，管住嘴。你们知道咱们身上最大的风水在哪里吗？不在你家祖坟，也不在你脖子上挂的什么开光玉佩，而在你的这张嘴里。易经里有个卦叫震卦，震卦代表雷，代表声音，也代表震动。你要明白，你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一种能量震动。这种震动会直接影响你周围的磁场。你看看现在的人，一张嘴就是抱怨，哎呀，我怎么这么穷啊，我这辈子完了，我真是倒霉透顶了，气死我了。我跟大家讲，
你以为你只是在发牢骚吗？大错特错。在命理学上看，你这就是在给自己下恶咒。你说自己穷，宇宙的能量场接收到了穷的震动，它就会把更多穷的精力吸引到你身边。你天天骂人，说丧气话，你就等于在自己的身体周围布下了一个全是污泥浊水的风水局。试问财神爷路过你家，闻到这一股子晦气，他还会进去吗？绝对掉头就走啊，对不对？古人早就说了，口是心之苗，你嘴里吐出来的是刀子，最后往往扎的是自己。你想改命，第一步就是从今天开始，从现在这一秒开始，把嘴巴闭严实了，不要抱怨，不要喊穷，不要在背后嚼舌根，多说好话，多说我能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恩，你发出的声音是喜悦的、正向的，你吸引来的气场也就是光明的。这就是最简单但也最灵验的改命大法，听懂了吗，诸位？第三个保命秘诀，清空你的晦气，家才是你最大的风水局。很多人一听风水就觉得要花大价钱去买什么貔貅，买什么水晶洞摆在家里。我跟大家讲，那都是本末倒置。咱们普通人最好的风水局在哪里？就是你每天睡觉吃饭的这个家。风水核心就在于藏风聚气，这个气它必须得是干净的、流通的。如果你的家里乱七八糟，那么进来的好运气也会变成霉运。有几个地方你们今天听完立刻回去检查，一定要打扫干净。第一，你家的大门和玄关。大门是什么？大门是你这个家的气口，就相当于人的嘴巴。你看看多少人家里一进门鞋子扔得横七竖八，甚至还有臭味，门口堆满了快递、纸箱、垃圾袋。诸位啊，这简直是致命的破财风水。财气顺着大门进来，一看，哎呦喂，全是晦气和垃圾，这财气瞬间就被污染了，全散了。所以门面一定要干净、整洁、透亮，千万别在门口堆杂物。第二，你的卧室和床底下。卧室是你晚上养气的地方，人睡着的时候是磁场最不设防的时候。很多老年人或者特别节省的人，喜欢把平时不穿的旧衣服、旧鞋，甚至坏掉的电器全都塞在床底下。你要明白，那些常年不用的东西带着极重的死气和停滞之气，你天天睡在一堆死气上面，你的身体能好吗？你的思维能清晰吗？赶紧的，该扔的扔，该断舍离的断舍离。家里的气流通畅了，磁场干净了，你住在这个房子里，每天吸收的都是清爽的生机之气，这不比你去什么名山大川拜佛求神馆用得多。诸位，这三个秘诀，养气、修口、进宅，看起来是不是全都是大白话？是不是全都是最不起眼的生活小事？但我跟大家讲，大道至简。那些几千亿身家的大亨，到了最后求的也就是能平心静气地喘一口正气。我们既然拥有健康的身体，拥有这个干净的小家，只要把这三点做好，你就是在给自己源源不断的积累福报和好运。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估计有些朋友听着听着又要忘了，没关系，我会给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重点大盘点，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隐藏的最深的终极风水。懂了这个，你不仅能改变自己的命，甚至能护佑你们家往后3代人。诸位啊，咱们今天这篇长篇大论，算是把人生的生死玄机、豪门底牌，还有咱们老百姓切身相关的改命法则，全都给扒了个底朝天。
一路讲下来，我这心里也是百感交集。人生就像是一场巨大的豪赌，有人生在罗马，手里攥着1000亿的筹码；有人生在泥沼，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往外爬。但是老天爷终究是公平的，不管你是谁，在天道规律面前，底牌都是一样的。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记性不好，我在最后啰嗦一遍，这几个风水禁忌打死别放，这几个命理真相一定要牢牢记住。我希望诸位能把这几句话刻在脑子里。第一，别去眼红人家花15个亿买命，咱们看明白了，不管是砸钱住每天几百万的豪华病房，还是搞什么让人毛骨悚然的总生机，甚至妄图让大师点7星灯借命，靠着家族生孩子去冲喜，这一切在阴阳消长的天道面前，都不过是徒劳的挣扎，逆天而行的反噬，那种肉体凡胎承受的痛苦，那是咱们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你顺应天时，吃好睡好，比什么都强。第二，你的精气神就是你最宝贵的财富，别瞎泄气、熬夜、大喜大悲，在某社交软件上跟人抬杠，这都是在无形中抽干你体内的先天阳气。阳气足了，百病不侵，霉运绕道走。阳气一散，什么倒霉事儿都得找上门来。第三，管好你的那张嘴，嘴巴是你的第一风水大阵，千万别天天喊穷，别天天抱怨，你嘴里吐出的每一个负面词汇，都是在给自己下恶咒。多说正向的话，多说感恩的话，财神爷才愿意进你的家门。第四，家里的风水不靠摆件，靠干净，把大门口的垃圾清理掉，别挡了财气进门的通道。把床底下的陈年旧物，带着死气的东西通通扔掉。家里亮堂了，气流通了，你每天睡在清净的磁场里，这才是最顶级的养生和旺运大法。诸位啊，我今天反反复复强调的这些，不是我在这瞎说，这全都是古人几千年总结出来的智慧，经历过无数代人的验证，这是能真正帮到咱们老百姓的保命秘诀，对不对？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今天最核心、最掏心窝子的一段话，你们一定要用心听。很多人学易经、看命理，总想着能不能找个捷径，发个大财，或者像那些顶级富豪一样向天借寿。但是我跟大家讲，真正的易经大智慧，从来都不在那些外在的术法上。最好的风水其实是人心，最好的命运其实是你的修为。你把自己修好了，你的起心动念全都是善的，全都是光明的，那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风水宝地。你心里充满了戾气和贪婪，就算你躺在天下第一的龙脉上，那老天爷也会降下天谴，对不对？老祖宗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们在世间修行，最大的力量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利他。你要明白，当你把好的东西、正向的能量传递给别人的时候，你也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家族积攒福气。一个人改变，就能影响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正念能护佑子孙3代。诸位，今天我把这些天机和改命的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你们听。我也希望你们能成为那个传播智慧的人，别把这些好东西藏着掖着，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转发给那些正处在人生低谷、迷茫焦虑的人。你不要小看这轻轻的一次转发，也许你的朋友正因为生活的不顺想要放弃，也许你的长辈正因为不懂
忌讳在无形中损伤自己的健康。你的转发可能就救了谁一生的命运。这就是你在积累的无量功德啊！度人就是度己。当你用分享去帮助别人认识自己、改变命运的时候，你自身的能量场也会瞬间拔高。老天爷那本账上已经给你重重的记上了一笔善果。所以诸位啊，如果我今天讲的这些道理，哪怕有一句话触动了你，对你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星图天机点个赞，关注我。你的每一个转发，每一条留言，都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福。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今天的感悟，或者打上一句顺应天道，为家人祈福，好运连连。不要小看评论区，当我们几千几万人都在这里留下正向的期许时，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能量磁场。互动越多，大家的共同能量就越强。你今天留下的善念，明天就会变成护佑你的铠甲。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从今天起，管住嘴，进了宅，心存善念的你，生活会不会因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好了，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掏心窝子的全部内容了。命运的签筒就在你自己手里，怎么摇看你自己的修为。咱们下期再接着讲这天地间的大道规律。诸位保重，咱们下期再见。